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最适合你的人就在身边，最适合你的人就在身边哈。我们今天就要找出那一个最有可能跟你恋爱的人哈，而且他应该离得你很近。来，我们来从这2张牌哈来选。等一下近看的时候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来，第一张。好，第2张。好哈，那选好了，不啰嗦，我们就开始了。好，接下来我们先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哦。今天的题目是最适合与你恋爱的人就在身边哈，我们来把它找出来哦，来把它找出来，看能找到多少讯息。来，我们从这个位置找哈，来，这个位置我会把它设定成是一个有很强烈连结的位置了哈。看完这个之后，我们再来看现实生活中离你最近的那个位置的能量怎么形容了哈。但我还是觉得先把这个位置的东西都先找清楚。好，来，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它这里的扩散能到什么程度啊？我怎么打开了？好，再来。还有这个位置好了，帮他多拉2个。这里就先这样。好，来看看这里哈。是教宗牌的话，我看一下怎么是软色还简单。先问问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除了工作以外，有没有其他的社团活动？类似社团活动，然后就是说你有没有要去参加什么课程，或是一些额外的做义工啊，或什么的哈。那这一个，我跟你说，去教会、去教堂也算了哈，或是去寺庙里帮忙那些都算哈。我是认为比较接近跟宗教有关的事情啊，心灵有关的事情会比较准，然后但是如果没有关系哈，它还是比较取向一种群体的。哦，如果你常去的位置是都要跟一群人一起活动，而且是要在你的私生活跟你的工作以外的时间哦。我觉得这个不太算是你的私生活里面，它不算是娱乐活动哈，它不是用来享受的，它有更多的一个想法是在于付出哦，它必须要牺牲你自己的时间来去做的一件别的事情啦。哦，那怕很难懂，我就直接说，这可能是你可能假日的时候都会去哪个地方做一个无偿的服务。好，这个是比较高级的端点，但其实也可以比较普通了，就是你可能有去上课啦，听演讲也可以啦。好，来去进修自己，这个也可以。可是我觉得这里给的能量，在我第一时间所感受到的，不是往那边走就是了。它会有我觉得它有在更高阶的心灵层面啦，所以我觉得你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服务的这一个端点会比较强一点哈。然后它在那里，它在那里是现在在那里还是要出现呢？我觉得应该已经在那里，或是已经很接近了。就说如果你已经有去这样子一个社团活动的话，它可能也在这社团里，可能还没有出现在你面前。我是比较偏向它还没有出现在你面前。我觉得从今天你看到这张牌之后，你的内在意识就会有这个期待，从这个期待开始之后，它会比较靠近啦。好，那你去的那一个服务性质那个单位或什么的，它好像近期会有一个很大的活动。我觉得那一个活动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去让你们遇见。好，它有可能你们去参加的一个服务性质的那一个组织或什么的社团，
你们去服务的端点不一样，可是之后会有一个大活动，然后你们会比较接近这样。好，那这个逻辑你可以把它套在可能你去上个课哦，你去学个课程，那它可能这个课程可能是连锁的，或是有类似的课程的单位，他们可能要做一个联谊活动，那就可能会连在一起，然后你就可能会认识他哈。记得他是这个逻辑要去认识的。那如果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都没有参加什么，你都是因为特别的活动什么的，那似乎这一个空间有可能会遇到他，你要不要趁最近去找看看有没有什么你想学的课程，或是什么的，有兴趣的这样？那如果没有就没有好了，反正故事线也不是只有这一条了哈。只是说，如果以今天的题目来说，今天你有来看，你有选1号，那他就告诉你，这可能是你近期最靠近的那一个能量，跟这一个人最靠近的那个能量哈。那他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心有所愿很重要，好，因为我们刚不小心就翻出星星牌了嘛，它在这个搭配来说的话，它好像需要一个意念驱使啦。我刚刚是不是说今天这个牌开始之后，它就会可能会比较接近出现？那是因为你的意识里面有这一个期待了。那他都已经这样说了，那你就抱持更大的期待，甚至类似跟宇宙许愿，跟他想说，希望这个人快点出来，希望那个事件快点出来，让他出来的速度快一点。那我想这个意识出现的时候，这个连接就会很快了。我为什么说你要主要？因为我觉得他现在没有特别的连接线，因为他就很像是说，没有人告诉你东边的山上有一个景很好看，你就会永远错过，因为没有人提示，没有那个意识，没有那个念头。好，就像如果你去京都旅游的话，每个人都跟你说你要去清水寺哈，或是去八坂神社啊，哈，或是去那个福建道河，你永远都以为京都就这些，可是你没有人跟你说，其实北边落北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哈，譬如说可以去鞍马山呐、或是可以去3000院呐，哈，那你也有可能有点像是说蓝山就走去蓝山看渡月桥，可是没有人告诉你说上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哈。那你没有那个意识，你就不会去那边找，差不多是这个意识哈。你有了这个意识之后，在内在你就会往那边走。那你就会遇到它，差不多是这个，这个是很简单的逻辑，只是有的时候把它换成能量的时候，会讲的好像很深奥，因为能量是一种很难捉摸的事情，所以你要把它换成一种实物上。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意识？你自己个人要有这个意识在前，你才有办法去走到那一个方向。这一题也是这样子。哦，你这个意识出来之后，会传到宇宙去，那在这个连接点就会去，它会影响你做的很多事情，也会让你东张西望。那这个意识也会传到他那里。如果今天是要2个人的能量要相遇连接起来的话，那表示你们会共同，我觉得啦，以一种集体意识的概念来说，你们会共同拥有这个意识会很接近。他可能也会突然开窍，突然想说，我怎么最近有一些恋爱的感觉，或是他很接近你的时候，他觉得他跟你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可是这个都在一个有意识先行的概念，你没有想往那里走，你们2个就算遇到的时候，你也只是觉得是个伙伴，或者是工作里面会遇到的一个工作人员这样子而已。懂吗？所以我才说你今天看这个牌的时候，会有意识会起来。所以我常常会说，你内在要有比较饱和的爱的感觉，好，他才会在你遇到人的时候，那个饱和的爱才会被别人接住。你也在你的眼神里所看的世界、所向往的东西会比较多，像这个地方哈。但是切记，我觉得不要把它当成是要解决你的孤单寂寞，当成是同一个点，不太一样哈。孤单寂寞，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填补一个空缺，那它会有点选错，会有点乱选。可是我觉得是你内在有一个饱和的爱的，这个是要让别人来欣赏的，你也能欣赏到别人内在如果充满爱的话，你们的连接就会比较强。这个是有点类似，但是不太一样。我通常都不太支持用被填补的方式来去寻找爱了哈，因为它那一个它比较不是双向的哦，它比较像是一种那个爱情的情这一个字哈，它会被分类成别种东西，有可能会错把同情当爱情，懂吗？所以它是有一个你内在的那个爱的充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想要立刻依附到一个爱的时候，这个时候选到爱，或是这个时候遇见爱，也是几率还蛮高的。可是它会出现一件事情，你到时候你的内在
寂寞孤单被填补完之后，其实有的时候是你不需要对方的感觉出现的比较快哦。那个时候你要怎么脱身？那个时候你要伤害别人吗？所以我才会说，尽量不要以这个角度去得到爱情。你应该要知道，说自己其实是个充满爱的人，然后遇到一个跟你差不多质量的人，然后你们遇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的等同的能量的连接，这样子才会比较健康。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健康的，而且持续力会比较强。好，所有的能量的发挥也会比较完善，还会比较接近你的本质，你内在的比较有善意的本质，比较爱的本质。记得要这样，记得要时常保持着爱。那这个爱的内在包容度很多，对别人的同情心，对别人的恻隐之心，理解别人，让别人，这个不一定是关注在爱情，可是你时常用这样子的心包覆在你内在的时候，等到真的爱情进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发挥出最好看的自己了哈，身心灵各方面都是最好看的自己。来，我们来看这里。你们现在是不太会遇到现在的状况，确实，如果在附近也不会发现。就像我刚刚讲，其实我刚刚就有点担心这个了，所以我才一直在强调意识要跑出来。这样，这里似乎有偷偷说你们已经有非常接近过了啦，哈，可是就是爱情的能量好像就真的没有很凸显出来，也感觉不到。我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是？我原本在皇后牌我看到一个丰沛的爱情能量，可是我又看到了金币8。我其实看到金币的时候，我还没有算它，我还没看到它是8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得到一个讯息是被封锁起来。所以也就是说，你们之间呢、确实是有合适在一起的能量正在你们之间。我意思是说啦，你们意识到彼此有感觉的时候，那个水能量丰沛起来，其实是很多的哈。它不是一个很陌生的、没什么感觉的，要慢慢开发，不是，是你们两个本来就会有点类似一见钟情的水能量，但是还差一点点。就是有足够的水能量，让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能会进入恋爱状况，是有这个机会。可是这里我就觉得他在说是有这个能量，但是还没有找到可以用的，就是没有那个开水龙头的东西啦，没有水龙头，有水能量，但是没有水龙头，有管线有水，没有水龙头，还没有找到那个方法哈。加上现在你们好像在视线里，在眼睛里、视觉里，目前好像还看不到彼此哈。不过还好，我觉得这都是时间上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看过这个的话，你对于这个在附近的人的那一个意识上的渴望的能量，我觉得它就会跑出来了。基本上我是相信能量类似的人意识是共用的，互相会有感觉到的。所以你在这里开始有期待说，在这样子的领域会遇到这个人，他那边应该会有差不多的感受会跑出来。来，我看一下一些其他的。等一下牌阵位置错，它应该是在这。有几个连结，我还是要把它翻出来哈。那先这些，我看一下哈。这里证实确实是你们有很强的连接，可是目前还有很多的阻挡。好像我觉得应该是要花时间，就会慢慢的看到彼此了啦。现在算近，现在在附近，你会发现如果你非常常听常说，其实都在附近，可是就是一直没有意识到，对不对？很多原因啊，第一是时间没到，第二你们两个能量还没有对齐，就两个人还没准备好，无意识的范围里面
所辨识出来的能量，你们两个都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没有要让你们相见哈，也没有感觉。那今天这题有一些难以形容的阻碍，跟你就当成是你们之间还有一团雾啦，让你们没办法看清楚这些，还需要一点时间，那个雾就会散去了。那宝剑六告诉我说，它确实是有在它雾有在散去的行踪方向，有在移动，只不过，就是有啦，还要等一点时间了。可是它说时间没有你想象中的快它的节奏比较慢。那我再看一下其他会，宝剑五，这里有一些牌还不错哈，就是说你们这边有在偷偷说你们刚开始很近了，就是说你们之前比较远，近期有比较近了，可是这个近的流程来说，可能就才刚开始就是好像才刚刚到附近而已，所以才会后面才觉得发展的是比较慢那你们中间应该还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还要处理，就是说你要认识的人跟他要认识的人，会成为你们两个中间的阻碍。大概是就是有一点像是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的连接。他这边他要认识他的人一点一点认识，你这边要认识他的人一点一点认识，然后你们就会有一些交集，就会出现共同的朋友，然后你们两个就会共同被拉出来一起见面，然后你们才会认识。可是你的端点跟他的端点中间掺杂了太多人了，所以也就是说还没有立即要让你们立刻遇见。然后这边有蛮多，坦白说，我从一开始看到现在，觉得人很多其他人很多，你们两个是在一堆人里面寻找彼此所以它确实就像雾一样，不太容易看到彼此。那不过以上面这里再到这里，其实节奏跟速度是有往前走了啦，只是有点可惜放的比较远，那个节奏是偏慢的，没有我以为的快了但我还是帮你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节奏上有什么东西我们需要知道的。你还没有认识重要的人，我这边，你不知道是你还是他，反正有一个重要的人，我就讲你就好了。你好像还需要认识，在这一个领域里，这个团体里，好像还没有认识到最重要的人。那个人应该是会把你们两个连接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那你会跟这个人还蛮好的然后他会成为你在这个交际圈里面最重要的人，而且也因为他，你会认识更多人。那看来他这边没有特别说认识这个人就会认识他，可是我们从前面这一个讯号的连接，他应该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们两个都应该会认识这一个人，然后他会让你们两个认识，你们两个的。他就是你们的桥啦，那就是你们的桥。然后你跟他会蛮好的，他这个好像会变成很好的朋友。他有依赖感，有心灵的交流，反正就是很要好了，有点接近最好的朋友在这里这样。那他有一个流程从认识到变成最好的朋友，他节奏还蛮快的。然后这一个人在某方面来说也算是你的贵人，他并不是一定只是引荐你认识到这个人，他还有很多别的帮助。他出现的功能不是只是让你遇见那一个恋人，他有一种全新的生命力，可以让你看到全新的世界，而且他好像会教会你很多人际关系或是情感上面的智慧所以照这个逻辑来说，我们不说他，我们先说你，你要先你的这个。你其实来了这一个环境里，认识这一个人，算是第一个重要的事，然后才有可能还再接近他。因为这个人，我一直觉得他还算远。我的意思说到你们
互相认识这个距离还算远，它没有这么快。果然哈，整个路径上就是有很多人际关系的东西要处理。那总之啦，如果选到1号牌的朋友，你确实被我说你有在工作或是市政委员，你有参加什么团体的，记得待久一点哈。这一个人他还在，你就当做他还在爬出到你的面前，还要段一件时间。那你有别的一个任务是，你在这边会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你必须要先交到这个人，应该对你的人生还蛮重要的。这边有看到一点。好，我觉得讯息就讲到这里哈，因为我觉得里面应该有很多蛮有趣的事情，而且这边有一个重点是，这一个团体这个位置哈，无论是你是来帮忙的、做义工的、做服务的，还是你是来上课的哈，还是你是来什么的学习的都 OK。这一个区域在我这边看来，因为我一开始被引导到这里了，我觉得似乎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区哦，然后最后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看来你在这边应该会有蛮不错的人际关系的发展，因为这边有一些缓缓往前行走，然后又有很好的收获的讯息都有存在哈。然后这一区除了会有新恋人可能的出现之外，心灵上面、灵魂上面的提升跟成长好像还蛮重要的。再来这一区，你今天看1号牌的里面的水能量非常丰沛。我会姑且先认为你在灵魂跟心理上面，先离开爱情不谈的话，你会有很好的提升哈。这一段这个区域哈，所以好好的在这里交朋友，好好的认识人哈。好，那就这样，这是1号牌的朋友哈。那先这样哈，讯息先给到这边，你好好的期待一下。那如果你没有要去，你生活就是上班下班就没有了，没有切要去这个的。你不妨试着去找一下了哈，因为你既然会选到1号牌，我觉得它有可能也是一个暗示哈。所以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去当什么义工，要去做服务的、教会的，或是庙宇的，或是宗教的，没有一定要走这个方向。我只是说，它牌面上是那个方向的讯号比较强，但是这一个形容也包括你去找一个常常要去找课程也可以，我都会说找课程也可以，运动的、读书的、生活技能的，去学烘焙也可以啊，去学煮菜也可以。它的主要意思是说，那边有流动的人，那个区域有流动的人，好，它不一定是扩展的人际关系，但是它有很多流动的能量，你会接触到。哦，这个好像蛮重要的。好，那就这样，我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我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第2号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最适合跟你恋爱的能量就在你身边。好，来，那我们一样。我来看一下，我们从超连结的部分来做扩散好了哈。等一下，好，我们先从这张开始哈。10。那就表示有一个很强烈的宝剑10了哈，那就表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更新了哈，有一个很强烈的进化正要展开哈。这个我们等一下就来好奇一下，等等哈。好，我先把大部分的牌先翻起来，我来看一下，有一些联系哈。这边应该有2个联系，这边应该也有。那这个位置应该有一些分支哈。这里我再补2张，其他的我等一下再看看。好，先到这讲。来，我先从中间开始哈。首先呢，如果是金币10的话了哈，他的出现，这一个人的出现哈，以时间点来说，因为我得到的是第一个讯息是要以时间点来看啦，你可能会在你的生活中哈的某一个大转变之后会出现。所谓的大转变，可能搬家算一个哈。
读新的学校算一个，换工作算一个，差不多是这样哈。那我都会往好事的方向想了哈，就是你有一个进化的，有一个要跟过去说再见的这一种转变的时期。如果你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有经历或是正要或是刚刚结束这个的话，那差不多这个人的出现哈，因为他这边有一个神秘连结的关卡，我觉得他把它设定在一种渡河、彼岸、跨越、游走、异地，都是比较抽象的，是能量的，所以我觉得2号牌的朋友。很明确的关键点就是在你有所大转变之后，会在一个新的区域里面，你们的能量才会有相遇啦。那如果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近期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要再等待一下哈，因为他这里确实，当然我必须说哈，当然也有心智上的大转变啦。那这个就可能要经历的比较辛苦，可能就有什么，有可能是亲人离去啊，类似这种这种大转变，心境上的大转变，或是生了一场大病之后痊愈，也有这种大转变。但我这边的走向比较没有那个画面，但也不无可能，可是比例就比较小，所以你就应该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大改变，那个会比较明确。那好，我再想一下从这个连接是没关系，我从这边开始看一下。这一个人我觉得他现在跟你差不多，也是在生活上有一个新的迈进。这边要讲的不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而是你跟他都应该会在差不多的时间里进入一个大转变啦，就像我刚形容的那个大转变。那你的也许只是一个原点，就是你现在的生活状况的一个新的改变了记得那个挥别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端点。那他的跟你比较不一样，他是有一种移动性的就是说，他如果换工作，他就会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移动性，他会为了这个工作然后搬到一个新的位置，这样。那他去就读学校也可能会是离还比较远的，他的一个移动性比较强，你这边的是心灵上的移动，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从比较远的地方外来到你的世界的一个新的人啦。目前没有看出来你们的一个连接性我觉得现在没有那个，我觉得这个连接性不强这个连接性还不强，所以你们不太像是原本的生活上面有认识的人，我觉得不像我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端点的都是一些风啊土能量在组合所以不乏你们会在一些其他的事情上面先认识啦。所以这里我认为你们应该不太算是第一次见面就有非常强烈的感情爆发的那一种，你们应该是会慢慢的对彼此因为了解而产生兴趣，就是说你们会慢慢挖掘到共同点，你们比较像是要挖掘共同点的那一种组合所以生六。那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向是，当你们相处越来越久之后，你们的共通点会创造出一种熟悉的感觉。这一组比较不太像是认识一个全新的人，反而是比较接近一个找到你已经失去很久的感觉，在这个人身上，在彼此身上，你们会觉得有可能小时候吧，或是不知道，他没有特定觉得是小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过去过往，他会因为你们彼此在越来越认识之后，然后有一层一层的熟悉感的拾回就是拿回来，而觉得这一个人很像是你遗忘很久的人，
甚至你们的相处会有一度常常，会有一度不止啦，会常常会想说，难道我们以前其实不认识吗？因为你们后来会有一种熟悉感，会慢慢的涌现哦，那个涌现的感觉会让你们觉得，诶，我们难道以前真的不认识吗？然后你们在审核以前的连接啊、去的区域或是生活环境、朋友，其实都没有任何连接。在我这边看来哈，其实啊，你们这个相见，他是从一个完全遥远不同世界的人来的。他甚至连他的兴趣喜好都跟你不太一样，只是他现在这一个转变跟你的这一个新领域的转变性，你们到了一个相同的彼岸了。也就是说，你们对人生的呃，你们对人生的想法哈，好像到了差不多的一个时间点之后，突然对齐了，突然雷同了。即便你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就你们突然都对于某种文化、某种心境很有感受，所以你们就会开始去追寻，所以你们会在那一个比方说了哈，比方说你们是喜欢夏天的人，可是突然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就突然对滑雪有兴趣，所以你们从来没有想过说你们去日本要去北海道滑雪，可是突然就觉得我的人生不能一直活在夏天，我应该要去尝试一下冬天，所以两个就在某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两个人都就去了北海道，然后会在那个位置认识。这个只是打一个比方哈，但我更觉得你们的相遇，嗯嗯、突然那个东西来了很多，就是你们有一种好像心里某一个缺某一块，你突然发现了，然后这个缺这一块，让你感受到你的人生的生命需要去尝试挑战。我不能说补足啦，不，以前你们会觉得心里少做什么，没有去挑战什么，没有去旅游什么，没有去看什么，无所谓了，反正你会觉得那是不是你的人生？可是突然就在这个大转换期，你们两个人都同时感受到人生生命不能仅此于现在这样子，应该要更多，要更多丰富的挑战。那在这个时候，你们就有一种很特别的连结了，然后你们就会往那里去。我其实还是比较认为这是一种巧遇，因为它这个有点算是集体意识，因为我觉得它也算是一种同类人的思维哈，到达一个某一个境界，你们就成为了同类人这样，然后刚好就在你们在那一个新的范围里哈，默契就非常强烈，能量也非常连接。不过我想要退回来讲，我觉得你们的相遇，在我的比较核心的感觉是，你们很像会在工作环境里面相遇。虽然我内在有很多旅游的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是你们在工作环境里面相遇之后认识，然后你们会在旅游的过程中再碰头、再遇见，然后产生不同的情愫。但是我觉得你们初期相遇的时候，这边有蛮多的物质能量。我目前觉得你们应该会有很多可能性，但我觉得这一组比较多的可能性是两个人都可能在人生的某一个端点突然想要换一个工作，然后你们两个都换到差不多的工作范围里，所以你们会在那一个新的工作范围里突然就认识了，突然就很接近了，然后也因为你们的改变，能量上各方面都很契合，突然就变得说得上了。但是你们就像我刚前面说的，因为风能量跟土能量很多，你们会在一些慢慢的熟悉、慢慢的认识彼此、慢慢的介绍彼此之后，才开始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好朋友的状态，就是那个好像你失去很久的朋友，或是你不敢相信你们以前竟然没有认识，你们有很多的共通点哦，差不多是这样子，节奏是这样。那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因为我新有新的题目。这边说
应该要遇到了，应该要见面了。你们中间的，如果中间有一个桥，那这个桥并没有说是人还是事情哈，就是反正如果说中间有一个桥了哈，要把你们推进爱情，或者把你推进遇见，好像这边都说了有准备好了哈，那个节制的能量的协调性有出现哦，然后也有在暗示说能量已经准备好，正在进入下半场。那上半场各方面的各种能量的准备都很非常的完整了，现在就直接进入下半场，所以我觉得差不多要快见面。然后有一些可能要收尾的能量哈什么的，好像在上半场就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觉得它有好几重的平衡能量都存在哈，所以如果你真的选择2号牌的朋友，如果你现在真的有一个大转变，而且特别是换工作，那差不多你遇到他的时间就不远了，非常近了哦。来看这里。看一下3张牌，我觉得都有非常强烈的工作的讯息，然后而且你们的相遇的那一个环境有非常嘈杂的其他人的声音非常多，但是内在里面祝福的能量也混在里面，也就是说，你们应该会在一个时常有很多人一起出现的场合里面，然后认识，那就是工作场合了。我觉得他工作场合能量很强。那这一个领域、这一个区域、这个让你们相遇的这个地盘，它是有点像是祝福之地，祝福着你们两个遇见的一个场合。它不太像是表象看出来的，它是用来工作，它是很嘈杂，大家就是很繁忙，这些好像都不影响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的好能量。有些表面的，有些底下的，都有一个整理的状态哈。这边也有一些讯息是你们必然要走到这里来相遇哦。但是以前面的这个时间的推进，我觉得节奏偏慢了。节奏偏慢，它节奏偏慢的意思是，你们不会在一开始遇到做朋友的时候就有那一个特别的感觉。要记得，它有很稳定的土能量在往上涨，它有很复杂的风能量在里面串流做分析，在整理你们的关系。所以它这里不是水火的那个一触即发的爱情能量，没有。那简单来说，你们应该会是从好朋友变成恋人啦。所以他这个时辰，我觉得如果从这里慢慢走到这里才开门的话，我觉得还需要走一段时间。所以你们做朋友的时间应该会有一阵子，但我也不觉得，我也不觉得他有多偏晚，有多晚哦。2张牌确定了2次，你们确实是会在一个你们人生中的一个新的领域里面相遇了，这里确定了2次哈。而且很奇妙的是，你们周遭的气氛啊、人啊，都好像在心底都满心期待你们能在一起。我的意思说，不是他们已经知道你们会在一起，而是当你们在一起了，旁边的人却会给予充满的祝福。这是他们未来才知道的，可是他们内在的能量，当成是一种旁观者来看你们两个的相遇这件事情，是充满祝福的。那，你看，都是一些很稳定、很协调要在一起的牌哦。这组牌我觉得很顺利耶。
如果硬是要挑它里面的一些难关或者挑战，就只有一个转换区域、转换跑道的一个适应期而已。那我对于你们两个相见的速度，这个我刚刚就很好奇，其实我很想翻我来直接在这里翻好了。还可以这样。这边有说，其实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对彼此有很深的好感，但你们都有意识到，那不是一个选择关系的阶段，因为好像已经有确定的关系。打个比方，你们遇见的场合，我比较倾向应该是在工作环境的时候遇到，然后遇到的时候就会以同事或是合作伙伴、不同公司的角色、工作职称来做介绍。这个介绍完之后，你们的关系就定下来了。所以，即便你们彼此对彼此有特别的感觉，可是你们会不做决定去往那边想，会觉得说现在工作比较重要，眼前已经设定好的规矩比较重要。但你们心里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被彼此吸引到，而且其实是蛮强烈的吸引。他的这个吸引的能量，如果你们不是在工作场合遇到，是在外面交际的场合遇到，大家玩乐的场合遇到的时候，你们应该很快就会跟对方表白说：“哦，我觉得你很不错之类的，会表达的非常清楚。”可是这边一直没有这一个方向的能量，它真的很多很多很多，让我看到的都是一种合作工作场合的环境里，是一个比较冷感的环境里。对于爱情来说，是一个比较冷感的环境里，没有办法延伸的环境里。这样，那回到前面说，你们会慢慢的分享自己，发现自己，然后才会进入爱情那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在一个整理，在打扫，打扫着把你们两个已经定下来的那一个不可走向爱情的关系，慢慢的清除掉，去无存菁之后，剥壳之后，才慢慢接受，而不是发现接受彼此的感情，其实在一开始就是有走向爱情的，这里后面有泄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纠正前面的牌，更改一下，调整一下。它其实应该是说，在你们了解或是相处的时间够久之后，慢慢的会理解到，原来心底对对方的好感一开始就是设定在爱情，应该是这样啦哈。只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前面有很多关系就先设定好了，那你们可能这一份工作或合作认识之后都结束之后，才会往两个人私下约会各方面的，它是有阶段性的，它是有阶段性的哦。那我没有觉得你们认识之后再走到爱情这一段会走很长，我觉得节奏偏快，而且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我们也没有觉得他是完全要等待你们两个相处到某一个程度，了解到某一个程度，或是这份工作结束之后，你们才会进入爱情关系。我觉得有可能中断就会有私下有更多的约会啊。我觉得，等一下，的确是工作环境哦。那工作的角色拖慢了你们两个进入爱情的时间啦。现在总结这样子整理起来就是这也难怪前面一直说，其实你们相遇的那个场合，应该就是工作场合，就是要让你们进入爱情、感受到爱情的那一个祝福之地啦。也难怪这边是这样说，所以慢慢的破解了前面的所谓的理解，跟慢慢相处这一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等待啦，它的这个整理的方向，可能不是在说整理你们两个人互相的理解或观察，而是在整理周遭的，或是在整理这个时间。总之，这组牌的整个大走向应该就是，当你们两个都对人生中有一个很大的换跑道、换环境，这个之后开始，
你们还有很大的几率就是在你们的工作环境，可能不是同一个公司，可能只是因为一些工作的合作然后认识。一旦你们走到了同一个这个领域里面，基本上这边能量就是直接要让你们遇见就要进入爱情了。最简单、最简洁的方法就是这样，无论大小，能量都在暗示这一件事情，好像很不是说好像，它是非常顺畅的，从头有行走的路径有调和，有门，而且路径上所铺的路都是好走的路。目前我在这边几乎看不到任何阻碍你们两个要在一起的东西，完全，其实我说的其实是完全没有，而且还有很多催促剂 （turbo） 加快的东西都在里面。那就这样了，2号牌的朋友，如果你刚好最近有很多大转变的话，这个人真的离你不远，因为你们两个在这一个人生的时间点要选择转变的，这当下你们就已经对齐了，就只差在遇见而已。遇见之后，什么节奏各方面都很快。好，那就这样，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来期待吧，祝福你哦，谢谢你来听。